照片上这个人名字叫做阮小环，这个名字啊，许多人非常陌生，但是他有一个网络的名字啊，大名鼎鼎，名字叫做编程随想。很多人都说编程随想是中国互联网上用技术对抗专制的网络教父。他自己经营着一个开源的博客，里面有他对时政的一些评论，也有一些公共书籍的推荐，还有一些过去10几年来中国网络世界的他整理的档案。很多人都说啊，他们正是读了编程随想的博客，才接受了人生的第一次启蒙。就是这个编程随想，在2年前，2021年的5月9号突然失踪了，他的博客呢也就终止了更新。最近有关他的行踪终于水落石出。今年的2月10号，他被上海的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网络随想的判决书啊，我拿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不长，一共只有5页。这判决书里头啊，讲到啊，这编程随想，也就是阮小环啊，在电脑上写了100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内容涉及攻击抹黑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煽动颠覆国家机关，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境外网络平台予以发布，造成大量的网民浏览、评论、转发、效仿等恶劣结果。但是啊，你去看这个判决书，它判决书里头啊没有引用一篇编程随想的文章，也就是说，这个判决书里头啊没有关于编程随想犯罪事实的部分。我们知道判决书里头一般都要分为这么几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是犯罪事实，第二有律师和公诉机关的意见，第三有法庭根据他这个认定的犯罪事实进行的法条的判决。但是这份判决书你根本看不到前面这一部分，关于律师的也只有那么2句话，他的犯罪事实不见了，就全是这种概括性描述，说他恶毒攻击抹黑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他到底怎么煽动的？怎么攻击的？怎么抹黑的？不知道。这就让我想起来50年前啊，在北京发生的另一起啊现行反革命的判决的案子。那个案子判决死刑的人名字叫做玉罗克。玉罗克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生，他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从小呢就备受歧视。后来呢，他就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原著，发现马恩列斯里头关于这个出身的血统啊，不像当时社会那个论述的伟大领袖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呐，老子这个什么儿混蛋呐，他觉得这不对，于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写了一篇长篇文章，名字叫做《出身论》，就是驳斥用出身来论证一个人呐，或者说啊思想观念是否正确的这么一个理论，就发表在当时的中学生文革报上，就把他抓起来了。1970年的时候，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玉罗克的这个刑事判决书啊，现在在网上也能找到，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说狱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书信、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了反动文章10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络本市和外地的地富反外要分子啊，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狱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然很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玉罗克死刑，立即执行。就这么长，大家看到了吗？一个人的生命就被剥夺了。他具体写了什么文章？这文章内容是什么？触犯了哪条法律？凭借什么来认定他就是造谣抹黑了？通通没有。各位觉得是不是觉得这2份判决书啊，穿越50年，如此之相似啊？我读了编程随想的判决书，想到的就是玉罗克的判决书。玉罗克当时是反革命罪，而这个编程随想是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中国法治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煽动啊、
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从反革命罪来的，过去叫反革命罪，后来在刑法修改过程中觉得叫反革命好像不太好听，于是把它改名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是你发现了吗？这两个罪啊有一些共同特点，就是它没办法讲证据，也没办法讲程序。他在判决一个人的过程中间，他是没办法把他所谓的犯罪事实罗列在判决书上的。因为你罗列上去以后啊，你会发现他可能没造谣，也没煽动，他只是讲了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事实。那你怎么作为一个法院，你怎么来论证他就造谣了、诽谤了呢？因为诽谤有一个前提，你说的是虚假事实，造谣也是。那如果这个事实是真的呢？你怎么论述他造谣了呢？所以没办法写，只能就是泛泛的说他就是造谣诽谤了，攻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了，就只能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罪啊和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共同的特点，因为它是政治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阮小环，也就是边城随想的故事。边城随想啊是福建的泉州人，他早年呢上大学考的是一个化工系，跟我有点像啊。他上初中的时候啊，他就对这个计算机技术比较感兴趣，整天泡在自己学校的机房里，尤其是对这个病毒更感兴趣。所以大学没读完他就退学了，但是他的网络技术确实是很高，他就加入到了一家计算机的网络这个公司里。08年的时候，这家公司还负责北京奥运会的网络信息安全，他还得了奖。20年的时候，他还跟别人一起合作写过论文，就怎么来论证就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那2009年开始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博客，就是在一个开源的平台上做了一个博客。这博客的内容一开始主要都是教授一些技术的内容。什么技术的内容呢？就是教大家怎么翻墙。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长城，就是中国的网络和国外的网络之间有一道防火墙。中国的人你不翻墙，你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各地其他互联网的信息的。你外面的国家要想看中国的信息，有的时候也需要翻墙。那么怎么翻墙呢？那么一般的人可能就是通过 VPN， 是吧？但是怎么下载 VPN、使用 VPN， 一般人也不知道。另外呢，就是你自己搭建一套系统，然后呢来翻墙。这个边城随想就在网上写了好多篇文章，教普通人如何来搭建这么一个翻越中国互联网墙的这么一个技术普及文章吧。我看了一下，我发现他写的非常通俗，也很耐心，就是一个技术小白，你根据他的这个文章介绍，手把手的你能搭建起来这样一个翻墙通道。现在他的这个博客文章也都在，因为他这个开源的博客实际上是删不掉的。据说我听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对他判的比较重。所以各位如果想翻墙的话，不妨再去看看边城随想的那些技术普及文章。真你按照那个方式，现在也还能翻得出去，这是一类。那么后来不久呢，他就开始写一些时政类的文章，就是社会现象评论嘛。还有呢，就是总结一些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的公共事件，他就把这个时间线索故事线索人物事件经历图片评论都聚集在一起。如果过一段时间你要想了解这个事件的话，你通过他的这个总结的这么一个文件包，基本就都搞清楚了。比如前运会的事件等等然后他还做了一个什么每周转载，比如说国外对中国事件的评论，是吧？新疆棉那这些事情外电媒体都是怎么报的呀？怎么评论的？他专门做了一个包，是吧？这是他内容他在写的这些时政文章里头影响比较大的有3篇，我专门看了一下，就是关于当时中国60年、61年大饥馑时代的3篇文章。这3篇文章它其实讲了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回答了，就是60年、61年这个大饥馑到底死了多少人。因为关于当时中国这个大饥馑死亡人数一直在网上充满了争议。杨继绳先生写过2本书叫《墓碑》，他的估算应该是在3500万到4000万死亡人数。而网上的很多小粉红就认为其实这个死了100万。那他这个边城随想，他就利用中国政府自己公开的一些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搜集在一起，
来分析到底死了多少人。他发现中国的人口统计年鉴里头就讲了，61年人口一下减少1100多万。那你人口前后这几年，当时中国的出生率非常高嘛，每年净增人口1500万到2000万，但是到了61年直接断崖式的下跌，少了1000多万。那你想想还有出生的呢？而且从60年到62年，每年都是如此啊，虽然没有直接下降啊，但是人口那个大幅下跌的那个样子，有统计报告啊，统计年鉴上这么讲的。然后他就分析这些数据啊本身的可靠性啊，因为都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嘛，他说只可能这个缩小，不可能放大嘛，对吧？所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死亡人数一定是千万级的。至于死了2000万还是4000万，他认为没有那么重要。他还归纳了死亡的几种原因，比如第一种最重要的就是营养不良，因为直接饿死的可能比较少，但是营养不良，人吃不上饭，长期营养不良可能会浮肿啊、胃溃疡啊，其他的基础疾病就出来了。再加上当时的那些基层的公共卫生体系都崩溃了，所以加剧了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死亡人数最多的，还包括逃荒。逃荒过程中间，他当时很多地方啊，把这个交通要道都占领了，禁止逃荒。有逃荒过去的，有的就被直接给击毙了，现场就给打死了。然后他还发现了，当时的那些报告里头有大量的人吃人的这样的记录。他说的人吃人不是吃活人呐，是人死了、饿死了，其他人太饿了就吃这些人嘛。所以当时政府啊，为了禁止这个吃人，专门出台了一个罪名，叫破坏尸体罪。就你吃别人的尸体，这叫破坏尸体。他统计了安徽多少起，700多起，然后蚌埠地方700多起，合肥几百起，都非常详细。这些数据都是共产党自己公布的，并不是说他其他搞的。这是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他就讲为什么当时的共产党官员隐瞒这些数字，然后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反动的对比，就是说当时的3年大饥馑时代死的人呐，跟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一共造成中国人的死亡人数做了一个对比。那么日本侵华14年，一共在中国造成多少人死亡呢？江泽民访问日本的时候说过这个数字，说3500万。但是啊，1946年国民政府啊，因为要向日本政府索赔，在全国各地做过一个统计，这个统计的数据啊，是军人伤亡人数331万，而普通的老百姓大概是840万，两项加起来应该大概在1100万、1200万之间，这是伤亡总数啊。那按照当时全市社会的那种伤和亡的比例，一般来说亡占到30%到40%，所以他这么一算呢，整个14年抗战期间，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也就是400万、500万这样，不会再多了。所以他就做出这么对比，你看，日本鬼子入侵中国也不过只杀了400万人嘛，但是中国共产党呢，这1年死亡人数1000多万，这3年可能2-3千万，而且他还说了，那当时是战争期间，战争期间死人确实是更容易一些，对不对？不仅仅有可能打仗，还可能由于其他原因。但是老毛把这个人给弄死了，那是在和平时期呀，而且死亡的人数那是日本鬼子给中国这个烧杀抢劫的数倍啊。那你想他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反动？说这是第2篇。第3篇他讲啊，他说这个所谓的苏联还债这个东西啊，都是个谎言。因为关于3年大饥馑啊，中国政府在论述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就是为什么会饿死人呢？是因为中国当时一方面遭遇了天灾，另外一方面呢是苏修帝国主义啊没安好心，逼迫中国还债，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还债，结果怎么办？最后把自己都饿死了。他通过调查发现这就是一个谎言。中国当时一共欠苏联多少钱呢？有80亿卢布。苏联并没有逼迫中国还债，然后中国自己制定了一开始制定的一个还款方案呢，是每年还5亿卢布，还16年。后来呢，这高级干部一开会说，哎呀，这个16年时间太长了，说每年还8亿是吧？那就时间就短一点，说10年就还清了。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老毛说那不行，这时间太长了，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我们那么紧张，我们天天吃辣椒也没死人嘛，我们勒紧裤腰带5年给他还清，这是有记录的，而且中国自己出版的书籍里头写的。所以你看到真实的结果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是老毛逼迫中国人民给苏联人还债，并不是苏联人逼中国人还债。所以造成中国那么多人死亡，如果说债务原因的话，那罪魁祸首就是毛啊，并不是苏联的。而且他还讲到了，苏联在那3年自然灾害期间还给中国的一些援助，比如说50万吨糖借给中国，不要利息，你将来多少年以后还就可以了。所以他就第3篇文章就戳穿了这个谎言。你想这些文章啊，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也觉得，你说他是不是事实？我相信他说的全都是事实，没有造谣，也没有诽谤。但是有没有抹黑呢？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共产党啊，他做的很多事情，他确实很黑，但是他很黑呢，他又不能让公众知道，于是他在他很黑的这个面部之上涂了一层粉。这编程随想就是属于在那个涂了一层粉之上的那个事情，他把这粉给剥了掉了，于是你又重新变得很黑了，对不对？那你这是抹黑呢，还是在还原真相呢？共产党就是说我黑了，所以你是抹的。那在编程随想来看来，那你只不过原先就这么黑，我不过把它呈现出来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还做了很多公共事件的这个总结呀。因为判决书里讲说，这编程随想从2019年到2021年2年间疯狂进行攻击。那他2019年到2021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看了一下他的博客，一个呢就是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他开始做总结。比如香港当时在反送中，他就把整个反送中这个事件呢来龙去脉啊总结得一清二楚。最开始是在哪儿发生的事情，在哪儿发生了一个冲突，那天在哪儿警察跟老百姓之间冲突了，有照片，还有一个议员耳朵被咬了，然后有媒体的报道，还有国际社会的评论，非常详尽。还比如说当时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啊，那什么叫区议会选举？区议会选举跟立法院之间选举有什么不同？上一届选举的过程中，泛民得了多少票？这个建制派得了多少票？这一次所有的这些选举过程中，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而且这个选举对未来立法会的选举以及香港特首的选举意味着什么？非常清楚。如果你要想了解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你看他的博客就够了。这是一大类，还包括就我说的新疆棉事件，那在中国这是一个禁忌话题，对不对？那不能提的。但是他专门把外电对新疆棉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专门打包做了一个内容。他还做了一个就更犯忌了，就叫太子党的什么关系图，就是把中共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家庭关系啊、政商关系啊做了很多很多图，而且他还发动网友一起跟他来做开源的吗？大家都可以共同来补充这个信息吗？他好像做了100多个家族，就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些高级官员本身呢这些内容啊揭露的体无完肤。比如说李克强，是吧？李克强有3个弟弟，一个弟弟做烟草专卖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弟弟在安徽任职啊。栗战书自己的侄子啊，天津市什么办公室主任，自己的女儿在香港什么这个一个大公司做联席董事局里的董事啊。姚依林有2个著名的女婿，一个是北京市的市长孟学农，另外一个就是王岐山，是吧？那你说他把这些东西都摆出来之后啊，给人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是2点。第一点，权力是可以遗传的。你说王岐山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跟他有一个姚依林这样的人做他的岳父有没有关系啊？我相信一定有关系，对吧？只能说关系大小。那普通老百姓就自然会问，那普通的人要想努力，就怎么都努力不上。那他因为有这种所谓的红色家庭的基因，于是就可以爬上那么高的高位了吗？那不就是权力是可以遗传的吗？第二，共产党天天说自己是人民公仆啊，不爱钱不腐败，但你发现了吗？这些高级干部自己的家人都在经商，经商之后呢，然后有的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有的即便没经商，他也跟商人之间的家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习近平
他的女儿叫席明泽。那他这女婿是谁呀？三一重工的老板的儿子，梁稳根的儿子。那三一重工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民营企业。那为什么习近平的姑娘她怎么就不找一个农民工呢？她为什么不找孔乙己呢？她为什么不找这个那快送快递的呢？是不是？那为什么他找的都是那些大富豪的孩子呢？那就说明这权力跟资本之间的结合，也是现在其实真实中国政治运作和社会运作的逻辑。但是这些东西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如果让老百姓知道的话，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啊！你想啊，社会主义天天跟老百姓讲，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我们都是人民公仆，我们这个非常廉洁。哦，结果这个快门一闪，女儿都跟这个大老板结合了。那个女儿是上市公司的什么董事，又是这个公司的什么私募基金的老总，然后那个呢，就儿子孙子全都是国家的领导干部，老百姓作何感想啊？所以他这个对社会主义攻击的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啊，说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啊，有道理，说的有道理，他真的是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他不是用谣言攻击，他是用事实攻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被某些事实说出来，你说出来就是攻击，你想吗？对吧？人家明明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天天面对人民群众的时候讲我们一心为公，结果你突然说啊，他不是为公，他们家在香港还有好几十亿呢，那你想想，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政权不稳了吗？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就他的这些行为，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他确确实实是在颠覆政权，只不过他不是在通过谣言，是通过事实。通过事实颠覆社会主义，那也得收拾啊！更何况呢？其实主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多数都是靠事实，并不是靠谣言。那为什么他会抓住呢？这个编程随想啊，咱们刚才讲了，他是一个技术高手。他在这个2019年，他搞这个博客10年的时候，他发过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个共产党抓不着我呢？有关部门抓不着我呢？他还给自己总结了几条，比如说不买域名，你要搞独立域名，你就得支付，你支付就会留下支付痕迹，通过支付痕迹就能找到你。还有一个就是他使用的这网络的那什么东西，他说所有中国境内的，包括港澳台他都不用，非常谨慎小心。那所以呢，他比较自信，我国安人员、网络的那些警察们也找不到他。也正因为如此啊，他在网上说话他比较嚣张，比如说他说习近平，一般人网上了不起就说习包子，他说的叫习呆呆，还说过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啊，因为我本人也不太愿意说脏话，是吧？那后来是怎么抓住他的呢？据他妻子讲啊，就是2019年的5月10号啊，不是2021年的5月10号这一天中午12点左右，敲门，敲门之后，他就让她丈夫，也就是这个编程随想去开门，一开门，警察一拥而上就把他抓起来了。10来个警察冲进他们家，就开始翻箱倒柜，把这个编程随想用的这个书房啊查了个底儿掉，一直翻到半夜2、3点，然后把他太太也带到了警察局去盘问，电脑啊什么重要都带走了，一直到第2天才把他太太放出来。但是这个他太太啊，对编程随想在网上做的这些事情啊，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我就说编程随想这个人还挺了不起的，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在保护自己的家人。你想啊，如果他太太知道他就是编程随想，那么现在警察来找来的时候，那他太太至少是同案犯，至少是个窝犯，对不对？你知道他从事反革命行为了，那你没举报，那你不也犯法吗？但他太太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警察也就没有抓他太太，就把他太太放了。但是一关呢，这也就2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回去的时候就讲，邻居跟他讲，其实警察在他们家楼上这1、2年的时间就租了房子了，一直在监控他们。他就想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他们家楼上啊，说那个有那个漏水的声音，她和她丈夫到那去敲门，人家死活不开。
包括他们家楼的对面，警察也一直在监视他们，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讲到最后，我想说这么几点啊。第一啊，不要低估共产党的网络警察啊对技术的突破能力。编程随想这样的技术大拿，在国内一直潜伏了10年，天天跟共产党斗，最后还不是被发现了吗？最后还是被抓起来了吗？所以啊，你不要认为你有可能脱逃在网络警察的范围之外。中国的网络警察的反侦查能力啊，其实在全球水平挺高的。第二，如果你人在国内的话，我建议你在网上说话的时候，还是多少留有一点余地，别把话说那么死。像编程随想的这种直呼其名的骂习近平，他抓住以后判刑的时候肯定受影响，对吧？因为你不要假定你不会被抓住。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啊，你还是说把这种所谓的那个东西想到最坏，万一你被抓住了，你会怎么样？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尽管我们这小心谨慎呢，那我们还是要讲事实，因为我们不能小心谨慎，我们连事实也不讲了，对吧？那么这事实我觉得分为2类，一类啊就是历史的，比如说3年大饥馑的，我觉得在网上写也没问题。杨继成先生不也写墓碑吗？出版不了，其实也没人把他怎么样。但是关于新进的这些太子党啊什么之类这些事情啊，你如果人在境内，你要做这些就要分外小心了。最好还是让我们这些人在国外不会受共产党威胁的人去说，你们听一听传播就可以了。最后我想讲了，这编程随想其实对他所有的判决都是罗织的罪名，他其实并没有犯任何的法。他妻子讲，2月10号宣判的那天，这个编程随想戴着口罩在法庭上出现了。判完他7年之后，这个编程随想看到自己的妻子眼睛中就流露出求助的目光。她说她丈夫非常消瘦，满头白发，但是现在谁能救她呢？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国际社会要给中国政府十足的压力，因为编程随想你要问得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如果是政治犯，那你中国政府你就应该承认你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同对他进行法律制裁。那么国际社会给他足够的压力之后，有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对他的释放。第二，对于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是要把他在网上做的这些事情忠实的记录下来，传播开来。他做的过去的那些帮助众人启蒙的事情没有白做，很多人因为他的启蒙啊，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改变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有更多的人记住了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啊，变成了他们在未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了不起。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